2021年，台北的房价所得比提升到了 15.29， 名列全球第9。一般人要不吃不喝15年才能存钱买到房，但同时财政部又公布有1747人拥有超过10间房子。面对这种极度分配不均的情况，今年7月政府开始实行房地合一税 2.0， 但是却漏了最重要的囤房税。行政院回复说，因为怕会错杀无辜。为什么国家不敢推行囤房税？高房价的原因是什么？又要如何处理当今的房价问题？接下来面对的这本书，为何你买不起房子？作者 Josh Ryan Collins 是英国伦敦大学的经济学家，他要在这本书里分析房价问题的根源，并提出3种实现居住正义的解方。一谈到高房价，常常会听到有一种解释是，这是供需问题，多数人口都挤在台北，房屋供需不平衡，台北房价当然高啊。但是作者研究15个先进国家的房价收入比，发现这种经济学解释不符合实证数据。因为先进国家的房价收入比都是在1990年代以后才开始暴涨，但是在1990年后，各国人口又没有突然变多，为什么房价还是疯狂上涨？作者认为问题不是房子的供给不够，而是把房子当成金融商品的需求越来越高。房子有2种经济功能，一方面房子有使用价值，可以拿来居住；另一方面房子有交换价值，可以拿来投资赚钱。过去40年来，把房子当成金融资产的比重不断增加，这才是房价上涨的主因，也就是房子的交换价值凌驾了使用价值。而高房价的根源可以再细分成3个层面：经济、政治、金融。让我们先来讲第一个经济面。经济学家发现，在1950到2012年间，14个先进国家的房价上涨有80%是源自土地价格上升。地价涨会导致房价涨，这很好理解。但是地价又为什么会上涨呢？因为土地有稀有性，地球上的土地面积是固定的，不像商品一样可以不断生产。当人们对某项商品有需求时，市场可以增加供给，达到供需均衡。但是这种供需经济学不能套用在土地上，因为对土地的需求增加，也不可能让土地的供给增加。所以拥有土地的地主等于掌握稀有资源。等到周围经济变繁荣，地段变好时，就能坐享其成，赚到不劳而获的收入。经济学家把这称为经济租。19世纪前，英国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租会危害经济发展。例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指出，拥有土地本质上就是一种垄断，因为每个地区都是独一无二的。如果一个地主靠垄断来赚取经济租，当地企业就必须付更多租金，就会剩下更少资本可以投资生产，更少钱可以发薪水给员工。所以在18、19世纪，欧美国家为了维护公共利益，都会征收地产税，不让国内出现炒地皮的问题。地产税甚至是当时欧美政府的主要税入来源，因为古典经济学家很清楚，土地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但是到了20世纪初，出现了 John Bates Clark 领军的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土地只不过是投入生产的一种资本，导致他们的模型忽略了资本跟土地在本质上不同，也强烈反对征收高额土地税，认为这种政府干预扰乱了自行平衡的市场经济。1970年代以后，新古典经济学变成英美国家的主流学说，所以美国自1975年到2000年，只要地价上涨，房价也就跟着联动上涨。房价上涨的一大主因是因为土地垄断，又没有高额土地税来抑制炒地皮、炒房。但是1970年代以前就没有发生这种高房价的问题，因为2战后西方民主国家采用凯因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由政府资助公共支出，试图打造福利国家。在美国有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让人民可以跟银行买到政府担保的房贷。所以在1940到1960年间，美国年轻人自己买房的比例增加了 25%。而在欧洲，则有大规模的都市规划跟社会公共住宅，土地通常是公共的或是合作开发的，而不是私人拥有。所以土地升值赚的钱会回到政府国库里。这也是为什么即便有战后婴儿潮，大量人口增加，当时的欧美国家也没有地价房价变高的问题。在1970年代的台湾，甚至只要工作2年就可以买房。所以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让全球房价在1970年代以后开始急速上升？作者就要进一步从经济层面转向政治层面来解释。
1970年代2次石油危机跟通货膨胀让西方国家出现经济衰退，如何提高经济效率变成了政府主要目标。这段期间，英美国家对于不动产的态度开始转变，希望不要干预投资人，给私人房产更多税务优待。英国立法让首要居所不用缴资本增值税，反而股票赚的钱却要缴税，这让投资人更乐意投资房地产而不是股票。美国也开始限制物业税增收的幅度不能增加太多，所以美国政府税收在1930年有2/3源自土地不动产，但是到了2012年只剩下20%。同一时期，社会大众对于房产的观念也进一步改变。美国政治哲学家 John Rawls 提出一套财产所有民主制，认为国家不应该以社会福利之名独占房地产，这会让国家统治者有过多权力可以控制经济，应该要把房地产的所有权分配给多数公民，防止社会上的一小部分人控制国家经济。结果这套政治哲学被当时的英国保守党拿去利用，变成把房屋商品化的正当说辞。英国首相柴契尔上任后，就推崇一种叫做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认为国家不应该干预房市的供应，应该让市场机制自己调节，才能生产出最大经济效应。所以在1980年，英国保守党推出购买权政策，卖出150万座公营房屋，号称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住宅私有化改革，把过去30年来由政府建设的公营住宅以优惠折扣的方式出售给人们，这样人们就可以低价买房，政府也可以赚到一大笔钱，而且未来不用浪费公帑保养这些房子。最重要的是，这项政策可以获得选民支持，简直就是皆大欢喜的局面。那这样听起来不是很好吗？问题在于，英国政府把公营房子卖掉之后，进一步删减房屋预算，国会没钱建造新的社会住宅，所以国家供给的房子越来越少，而房屋私有化后，把房子当成金融商品的需求越来越多，供给变少，需求变多的情况下，房价自然就上涨。而且在房屋私有化之后，许多国家废除了租户保护跟租金管制，房东可以高兴就把房子卖了，提前解约驱逐房客。房价上涨后，国家发现情况不对劲，就想了一个对策，放宽金融管制，让银行可以大量发放房屋贷款给民众，这样就算房价上涨，民众还是可以贷款买房。但是在放宽金融管制之后，反而开启了一个新的恶性循环，让房价问题变得更严重。经济学家研究先进国家从1870年以来房贷与房价的关系，结果发现1960年以前，房贷占 GDP 比例偏低，尽管人口收入都持续增加，但房价依然改变不大。但是从1960年到1980年，国家逐渐退出房屋市场，放宽金融管制，允许房贷扩张，结果反而让房价高速上涨。1990年到2010年，房贷比例更是大增，让房价一飞冲天。作者指出，这就是房价问题的第3个根源，放宽金融管制导致的房贷扩张。OECD 曾经研究1980年到2005年的19个国家，发现房贷扩张后，各国的不动产价钱都上升了 30%。为什么银行放贷会导致房价上涨呢？一个简单的解释是，人们都可以贷款买房，市场上有钱买房的竞争者变多，建商自然会希望提高房价。但是作者认为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就是银行信贷的循环方式改变了。传统资本主义的债务模式是，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让他们有资本投资，因此企业可以提高生产力，增加收益。收益变多，员工薪水就会提高，员工薪水高就有消费能力，可以购买更多商品，市场经济就会活络，企业就能赚更多钱，有能力还债，也就能进一步贷款，扩大企业规模。这种生产性的贷款可以为经济体创造良性循环，因为经济成长是靠投资实体生产活动，而不是靠炒房地产。所以在197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的央行跟财政部会用信贷管制来确保银行贷款是流进实质的经济活动，像是国家工业或是出口业。但是1979年英国柴契尔首相上任后，为了让伦敦跟纽约角逐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开启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解除外汇管制。1986年发起金融大改革，放宽房屋抵押贷款协会向银行贷款的限制，
这让银行越来越偏好房屋贷款，因为贷款给企业的风险比较高，如果企业倒闭，这笔债务就追不回来，那还不如减少商业投资，改成发放房贷。所以经济学家 Dirk Brismer 就指出，当今的资本主义已经出现了债务转移。以前银行的主要借贷都是流向企业投资，但是到了21世纪，银行的主要借贷已经转向了房地产，这驱动了新的银行信贷循环。银行偏好发放房贷，导致人们的债务负担增加，因此会减少消费。消费变少，企业就赚不到钱，企业没钱就会缩减投资，给劳工低薪，劳工低薪，薪水就不够还房贷，就必须省更多钱，减少更多消费，或是再去贷款，以债养债，造成恶性循环。而房贷发放的数量越多，房价上涨的幅度就越多。房市表面上看来一片繁荣，建商跟炒房客继续炒作，但最后当越来越多人无法偿还房贷时，就可能引发金融危机、房地产泡沫。作者把这个运作机制称作房屋金融反馈循环，这就是为什么盖更多房子增加供给并不会降低房价，因为房价的提升是源自这个金融反馈循环。1990年代，英国跟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裂，背后的运作机制也是这种金融反馈循环。但是泡沫破裂后，你以为银行就收手了吗？当然没有，他们想出了更多新花招，使用各式各样的金融工具，把房贷证券化。银行怕贷款人还不出钱，所以就分散风险，把不同的贷款合并后，再卖给世界各地的投资人，借此赚取大笔服务费。简单的说，证券化就是银行的低风险生财工具。1990年代以后，房贷证券化席卷全球各地，让银行的房贷扩张形式更多样化。英国出现投资用房贷，就是专门贷款给你，让你买房收租，而不是买房来住。美国出现不用头期款、短期利率优惠的次级房贷，认为这样可以协助美国穷人买房。但是银行滥发贷款的结果，却是再次陷入房屋金融反馈循环，最后引发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如果房贷扩张会拉高房价，最终可能造成经济萧条，为什么政府、监管机构并不担心呢？因为高房价创造了经济繁荣的假象。让我们想想，一个人靠投资房产升值赚了1倍的钱，这些钱是真的财富吗？对投资客来说当然是，他的户头里就是多了一笔钱。但是对整个社会来说，社会上并没有增加任何的实质生产，而且投资客赚到的钱通常也不会拿去消费，而是在投资更多房产。所以房地产升值看似让 GDP 增长，但它既没有增加生产力，也没有刺激消费的能力，根本对经济体没有帮助。研究发现，在英国近20年来的 GDP 收入中，土地跟房屋的财富增长持续增加，但是实体有生产力的财富根本没有增长。换句话说，如果拿掉土地跟房屋，英国的经济水准根本就是个落后国家。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台湾，台湾的不动产放款占 GDP 比率近几年已经超过 50%， 等于是台湾人把全国一半资金压在不动产上。这些资金看似为经济体带来巨大财富增长，但其实只是地价、房价上涨，根本没有为社会带来实体的价值。奇怪的是，各国的央行却还是维持低利率房贷的政策，因为央行相信一套生命周期假说的经济理论，认为大多数人不是先存钱，等到老了再买房来享受，而是预期自己的未来会赚更多钱，所以可以在年轻时先贷款，在生命前期先享受有房子，等年纪大了，收入变高之后，就能还清房贷，过退休生活。作者认为这个假说已经跟现实脱节。美国早在2003年开始，年轻人就已经不是房贷的主要客群，因为多数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负债一辈子缴房贷，而且现在普遍低薪的情况，工作年资增加也不一定会让薪资上涨。作者也提到，目前银行的稳健程度跟房市密切相关，如果政府打房，可能会让银行紧缩对企业的贷款，所以政府跟金融界一直有一种默契，认为不应该在市场景气好的时候干预，应该等房市泡沫破裂了再来善后处理。因为到底房价多高算是超过标准必须干预呢？没有人知道。如果太早干预房贷扩张，可能反而会阻碍市场机制的自我调整。再加上许多政治人物自己就在炒房赚钱，当然更不可能推动改革。分析完高房价的3个成因后，作者提出了处理房价问题的3种改革方案。第一个是金融改革。
政府必须加强金融管制，让银行把重心从房贷转移到商业借贷。简单的说，银行贷款时就是在创造新的钱，这些钱如果流进企业，就会促进生产；如果流进房地产，就会抬高房价。世界银行曾经做过一份研究，想知道亚洲四小龙如何创造经济奇迹。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二战后的亚洲国家日本、韩国、台湾都有信贷控制，央行会先制定一个预期达到的 GDP 成长率，然后用这个目标来估算需要的贷款总额，再把贷款分配给各个银行企业，同时利用高利率来限制房地产的贷款，因为他们会让资产价格膨胀，导致银行危机。只要看一下台湾过去50年来央行利率跟房价走势，就可以发现房价跟利率维持着反向的联动关系。利率下降时，房价上升；利率上升时，房价就下降。在1970年代初期，台湾就有过一次房价飙涨，当时的蒋介石总统就下令大幅调升利率来抑制房市。50年后的央行却是维持长期低利率政策，等于是鼓励大家申请房贷，让资金都流向房地产。所以亚洲四小龙时代的台湾经济奇迹，是因为政府做了正确的干预，把银行贷款配置在有生产用途的经济活动上，像是投资10大建设、机器设备、高科技产业、科学园区。但是到了1980年代，全球出现新自由主义的金融政策，认为政府没效率，企业组织才有效率竞争力。所以在1987年到2003年，全球有250所公共银行被私有化、民营化。台湾也跟上了这个潮流，公营银行都被民营化，但是为了提升效率跟利润，银行就会更偏好房屋贷款，效率是提升了，但结果却是带来更大的房价问题。所以改革的关键在于，国家必须把资本导向生产，而非不动产。作者还举了德国的例子，在德国，银行的商业贷款比例都比房贷高，因为德国银行大多是利益相关人银行。这些银行是根据客户与银行之间的长期关系当作信用标准，而不是用房屋抵押。而且这些银行会规定把多数贷款提供给社区内的中小企业，让德国的中小企业有资金可以搞创新。因为德国的多数贷款是实业投资，而不是房地产投资，所以2008全球金融海啸时，德国就能安稳度过，没有出现房地产泡沫。第二个房价问题的解方是提高税收，也就是让房屋的持有成本变高。如果房地产增值时会被课更多税，那就会减少用房子赚钱的诱因，能够让房子回归它的使用价值，因为房子本来就是用来住的。我们别忘了前面提到的18、19世纪欧美国家征收不动产税的利益，本来就是为了减少经济租的不平等。如果因为地段变好让房价上涨，那不是因为屋主的个人努力赚来的，所以屋主应该要为地价增长缴多一点税。如果地价降低，则可以缴少一点税，这样才公平。而且作者指出，从经济成长的角度看，征收不动产税的损害最小，反而是征收个人所得税、企业税的损害最大。因为个人所得税会让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减少，公司税则会让企业收益变少，减少员工薪水。但是抽不动产税，损害到的通常是原本就已经很有钱的投资人。所以作者认为，国库里所得税、公司税的负担应该要转嫁到地主身上。但是统计研究却发现 ，OECD 经济体37个国家的总税收，不动产税只占 GDP 的 1.1%， 台湾更是低到只有 0.9%。各国政府都不敢征收不动产税，但是作者也提醒大家不用太悲观，因为资本主义的运作矛盾已经越来越明显。一方面，越来越多资金都流向房地产；另一方面，社会大众却面临低薪，企业赚的钱都拿去付租金，所以长期发展下来，政府能从劳工、企业这里收到的税会越来越少，最后势必要从不动产税下手。所以税制改革是势在必行。问题只是会不会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前发生而已。最后一项房价问题的解方是土地改革。在15世纪资本主义出现以前，土地并不是一种可以任意买卖的商品。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根本无法想象，既然有人认为土地可以买卖，但是在15世纪英国圈地运动以后，土地私有化的概念开始兴起，并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到全世界。但事实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还是保有土地公有制，像是公园、高速公路、公共住宅，这些都不是私有地，而能够确保土地使用符合公众利益。作者举了2个土地公有制的例子。第
第一个是新加坡政府在2战后就承诺要给人民负担得起的房子住，所以在1960到1980年代，政府征收大量土地建房，至今新加坡有80%人口租的房子是由政府的建屋发展局管理。新加坡的房价收入比也是全亚洲最低。但是作者也表示，西方民主国家很难接受新加坡政府的模式，但依然可以做其他类似的方法，像是由国家购买土地做新市镇开发。英国在1960年代就成功做到，由国家买地开发都市周边地带，让都市人口可以外移。台湾政府在1990年代台北房价飙涨时，也试图开发新北市的淡海新市镇，计划把台北人口迁移30万人过去。但结果却是先吸引到一堆建商跟投资客，又过去把房价炒高。最后作者也提醒我们，可以从投资客的角度去想，这些人就是想要投资赚钱存退休金，如果要让他们不把财富都押注在房地产上，就必须提供他们房屋以外的投资选项。因为经济学家已经发现，1950年代以来，投资房地产的报酬已经远高于其他金融投资。如果炒房赚的钱比当资本家还要多，那干嘛还要做生意？我就投资房地产，选中一块宝地，坐等收租就好啦。所以作者说，当今的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实力资本主义，不再是靠辛苦创业、努力经营公司来赚钱，而是买中好地点，当房东躺着赚。所以要处理房价问题，一个关键就是让投资人把钱转移到房地产以外的地方。这支影片我们介绍了房价问题的根源，不是因为房屋的供给不足，而是对房屋投机的需求过多，背后的罪魁祸首是房屋金融反馈循环，而这起源于1980年代以来房市的金融化，房子变成不是用来住的，而是风险低、报酬高的金融商品。银行业透过证券化从中赚取大笔利润，更进一步推动房价上涨。但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命脉都掌握在房地产上，导致政治人物不敢推动房屋税改革，看不清楚这种经济成长只是虚假的繁荣。如果要处理房价问题，就必须推动金融改革、税务改革、土地改革，一步步让社会走出房屋金融反馈循环。如果你想更深入了解房价问题的来龙去脉，你一定要阅读这本《为何你买不起房子》，一起思考如何让房子不再成为金融炒作的商品，让房子回归到最基本的居住功能，实现居住正义。留言加分享这支影片的脸书贴文，就有机会抽《为何你买不起房子》一本。现在下载 Hami Video App， 订阅 Cat 网红馆，即可抢先14天看到超级歪的最新影片。也欢迎你加入 YouTube 频道会员，就可以定期收看会员专属影片哦。